在贵州雾川的大山里，我们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村主。这个村主呀，居住在一个小小的山梁之上，两边呢都是峡谷阻隔，对面呢悬崖峭壁。要来到这个村庄呢，挺不容易的，要从山上经过这个山梁徒步呢，才能来到这里。而进入这个村主的小路呀，全是在这个山梁上。我想都能想到啊，徒步在这个山梁上呢，一定能够看到周围非常漂亮的风景。这个地方啊，昨天我经过这里才发现，当时呢因为是下午，所以呢没有办法下去，所以我就居住在雾川县城。第二天起来呢就往这里赶，大概的路程呢是40几公里啊。我们要经过葛老资源、龙潭古寨，然后开一些乡道，再过一些盘山公路呢，来到这个山顶上。这个山上呢种了大面积的烤烟，你还别说啊，看起来还挺漂亮的。就在这个山顶这一片烤烟基地呢，就有小路可以下到村庄。朋友们大家好，现在呢我已经到这个山上了哈，从这个地方呢就有一条小道到这个山梁上去。这一条路啊还真的是非常适合徒步，因为它整个呢都是从这个山梁上走，所以你步行在这个上边呢，真的是周围的风景啊一览无余。在这个峡谷深处呢隆起了一座山，对吗？而这个山间呢有一个巨大的石笋，这个地方如果身在别的地方呢，妥妥的是一个旅游景区啊。这边已经到了他们种的土地了，不过呢，看到大面积的土地呢都是丢荒了，没有种了。我估计呢，在村寨里边的人也非常的少啊。随着年轻人不断的离乡出走，这些土地呢全部是荒废在这里。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村子了，大家看看漂不漂亮？下方呢就是麻阳河，整个对面呢都是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。那么站在这里呢，真的是可以欣赏到那种山水画的感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下边有条河，对吧？那早上的时候呢，大多数情况下呢都有雾，那加上这些团雾，加上我们这个对面崖壁上这些一杠一杠的这些绿植啊，住在这里呢，真的是每天早上呢都能欣赏到那种水墨画般的感觉。这个下边有一家在养羊，这个路上呢都是这个羊走过的这个痕迹，而且养了不少啊，我估计得养上100头，否则的话，这个路上不可能有这么多的足迹、羊粪啊啥的。这个房子已经没有人居住了，这下边这一栋也可能没人住了。哎呦，那有条狗，我的天！你们说我敢不敢下去？哇，3、4条狗，我天！5条狗啊！吓死人！我跟你们说，4、5条狗，别过来！哎呦，你这个狗太害人了，主人家！我说你这个狗太害人了，那个多。你不来我都不敢动啊！我来这里耍呀！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我真的看到你们都跑。你不过来，我都不敢动。我晓。你晓得你？不是我们本地人啊。不是真义的。真的啊。嗯，我说走你们这儿下来耍会儿来，下来又遇到几个狗。你从这下呀？是上面下来的，这边也走得过来。这过来就从那边公路好了嘛。啊，这里走近点是吧？啊。哦，那边是通公路那儿了嘛？就是三门嘴通公路了。你们这边没有哈？咱们没有。主要这狗太深了是吧？这是啥子？哈新区啊。哦，我这个保护区。啊。你在那儿没事的吧？好吧。哎，你是？下了，等你说。歇哈了，歇哈了。你养了那么多蜂子啊？啊，养蜂子啊，养羊子啊，养牛啊。你哪都干的哟？蜂子、羊子、牛。啊。我看你这个养的蜂子不少啊，全都是蜂桶。养了几十桶。客气了，客气了，客气了。我都带的有水啊，我都带的有水。谢谢，太吓人了，这几个狗。你们在贵姓呢？我们姓包。
全部都是吗？是啊。这里有好多家人了。现在基本上赶紧搬走了，只打2、3分到5了，因为10几分。你现在是几个人在家呀？2个人。啊，就是我们两个姥姥。哦，你年纪不大耶。60几了。60几了。哈哈，人赶紧搬走了，又搬迁啊，有些出去买房子啊。你们没搬呐？没有，那个你搬得起那个啊，搬一样，你50了，你下城头，你做活了又慢又了，你都要吃了呀。你吃你把舌头也是人家了。只能到这个地方住的黄铺子啊，狗养整的啊。你养的有好多羊子哇？100几啊？100几？牛呢？有10几个。然后有几十桶蜂子。啊。你要做8多回包裹。还要做100多回包裹。那不是包裹都要种10几亩啊？几十亩啊？几十亩，2个人种几十亩。啊。不得了喂。你说到这个地方你不能干就不能生活了哇，公路也不通啊。不是，你2个人喂100多个羊子，10几个牛，还要种几十亩土地，还有几十桶蜂子。是啊。我还真的是跑那么多地方，还没有见到过像你那么勤快的人哦。2个人做那么多。不勤快不行了，作为农村啊，说就不能生活了哇。你这个太厉害了，真的。几个小孩呢？要是3个，现在还有一个有2个上看了，还有一个在读高中。哦，大2个已经全部成家了，小那个还在读高中。可以了。你太客气了，又加税。真的嘞。那你干活那个就是你们家娘娘啊？是啊。咦，你们真的太厉害了，还要种那么多地。这里种地的地全是你们种的应该？是啊。他们没有种地？没有。我有没有耽误到你干活儿？没有，哪怕你没吃饭了。早饭吃了的？也没吃啊，我就喊他来给你煮啊。不用，太客气了。你们是好多人吃饭嘛？10点钟就吃饭，我们早上起来就打个粥啊，去上猪蛋货路啦，才煮早饭，煮个胃了，有饭个吃了，又开始干活。还喂得有猪？喂2头猪有。那我这个肯定耽误你时间了，你一天到晚应该没得那个时间休息的。休息啊，以前你讲休息时间我们就没休息过哎。干活干成2点钟的时候，我就马上回来，就把牛啊一早起来就放出来了。早上起来就放出来，羊子到这2点钟的时候，我又要把羊子又放出来，羊子放出来，马上回来又干活。又反正在下午5点钟的时候，5点钟的时候吃饭，饭个吃了，反正你就跳这后山。这后面就要收到羊子呀，羊子来了就管得下。你干那么多事情，根本就没休息时间，哪里休息时间嘛？是啊。我来我都感觉耽误你了。没有，我看你属于老刚啊，这个叫班儿走你老刚啊，他就愿来抓。他凶得很哈。他就，如果你刚刚走上一把长假，他就虎爷就我头。我没有铲他，我只是那个怼到不等他过来。我送点东西给你。中了。让我带起来的就。客气不客气？我不耽误你干活了，我不再耽误了你这些。不喝酒啊！我要开车，不喝酒。我喊他来。不要，你太客气了，你让他干活儿，不喊他，我走了，真的不耽误你干活儿。你为那么多养生，根本没得时间耍的。没事，那我走了，我不能耽误你时间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说，太恐怖了。现在我都还心有余悸，5条狗。本来啊，我想在这个下边多待一下，但是这个毛叔叔他们真的太忙了。你们想一下，种几十亩地，几十桶蜜蜂，100多只羊，10几头牛，他整天忙的都是马不停蹄的，根本没有时间玩。所以啊，我真的是不太好意思在那打扰他啊。否则我一直在那里的话，那个叔叔又要叫那个阿姨回来煮饭吃，你想一下，这样就耽误人家半天的时间，不太好。这个村寨呢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，有10几户人家都姓毛，在这个地方呢，已经居住有100多年了。那么现在呢，只有2、3户在这里啊，除了这个毛叔叔他是养殖之外呢，其他的2户呢都是老年人在家，没有干活，也没有种地，所以说整个这一片呢，就他一个人在养殖。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通公路呢？因为他们这里啊，属于麻阳河的核心景区，就是整体搬迁。
那这个毛叔叔呢，就是说他年龄大了嘛，出去打工呢也不好弄，所以就在家里搞这个养殖。我走过了这么多地方啊，我觉得毛叔叔他们2个老人呢，是我见到过的所有人中最勤劳的2个人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本期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，慢慢的爬坡了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广西这边的山呀，跟我平时拍的我们贵州大山还是有不一样的。这边大多数是这种石头山哈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我在广西的大山深处，这个地方真的是千山万弄啊，每一个弄之间都特别难走，感觉比咱们贵州的大山更难翻越。这个山顶的后边啊，还住着一个村子，是不通路的，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居住在里面啊？我们今天走这里来呢，就是下去探访一下。我走到这里呢，已经走了10来分钟了，走吧。但是这边的风景确实也很漂亮啊，这里像一道石门一样。这个路确实是比较难走啊，全是这样的石头路啊，翻一坡一坡的。哎呦，这个石头好神奇，看到吗？靠在这个2个石头之间的，好像是人为靠上去的一样，但实际上它这个应该是大自然形成的。风景非常的美啊！你看，我们实际上呢已经翻越到这个垭口上来了，但是它这个垭口又分几个岔道，然后而且你走到这个岔道之间又有很长一段距离啊，还是比较难走的。这个地方有2条路，一条往这边去，一条往这个垭口去。让我们看到那边有电线，我们就走这边去吧。反正应该是2边的垭口都有人住啊。哇，刮一点风好凉快。这边就是这样的大山，各种各样的弄。大家有没有感觉我们贵州修公路就很难，但是广西这边的700弄，我觉得修路是更难的。他们基本上的路都是悬崖边上过，或者说修在悬崖上，因为这里所有的山呀，它都是石头山，而且它不是大坡度的，都是非常非常陡的这种山，所以呢，修路就比较难。你要想让每一个弄都通公路，基本上不可能，因为这个造价太高了。所以说我们会发现，有一些人多的弄呢，它就通公路了；有一些弄里面人家户少一点，或者说这个修路太艰难的话，就没有通公路。那么只能让里面的老百姓呢搬出这个大山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啊。我们现在就是到了这个弄里边。哎，我看到远方地下还种有一些玉米，那就证明还有人居住在这里的。你看这个，我们说起来一个弄一个弄的，说起来倒是挺轻松，但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垂直着上山来爬坡过来，然后这个地方又是很陡的路，要下到这个坑底，那么才是他们居住的一个地方。看到没有？已经看到那个地方有几家人居住了。天哪，从我这里走过去还要走好远，我都有点打退堂鼓。一个超级低的低洼地带，那边那儿住有3户人家，这里有一家，但是那个房子都烧掉倒塌了，估计是不住了。然后这边有一家，然后据我们了解呀，这个弄里面也还有几家，我们可以走这里翻过去，走那个弄去。
这个房子是没人居住的，只有前方那个地方，好像是有一户人家留守在那里，然后种了一些地。实际上那个山上那些都不是种的地了，只有他那个房子的周围那一圈呢，种有一些玉米，其他就没有什么了。我们看到那个山上好像还有一个山洞，这个弄站在这儿看的不高，但是它和这个山顶的落差差不多有好几百米吧，大概200多米的一个落差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它属于这种山顶的天坑状啊，可以看到山腰这里有一个蓄水池，而且他们这儿修的蓄水池呢，有的地方还不在少数，都修的挺多的。那为什么这个要修露天的蓄水池呢？因为跟这边的山形有关啊。他们这边的山呢，大多数都是这个石头山，它存不住水，也就是它没有长流水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就要大量的修这种蓄水池，然后在下大雨的时候呢，就把这个水啊接到这个水池里面进行储存。在这个天气干旱不下雨的时候呢，这个水池里面的水就可以进行备用。因为比如说现在的话，包括这些山脚下，咱们是看不到任何的水源的。尤其在广西这边700弄内，你很难看到有那种长流水啊，基本上都是干燥的、干枯的这种石头山。走这里翻过来，这边可能又到其中一个弄了啊。他们这儿建的水池是真的多，这个地方也有一个水池。无人机飞上去看了一下呀，发现我要去的那个弄，走这条路行不通，要回到刚才来的那个地方岔口那儿下去才行。这边过去没有路啊，这边过去又到别的地方去了。这边这个弄的话，就只能在这儿给大家看一下了。目测应该是只有一户人家在家里，而且咱们也不确定有没有人在家。刚刚无人机飞下去的时候，没有看到任何的人，对吧？我就说这边的弄难走吧，从这里走过去，走错了走回来，又搞得我一身汗。说实话啊，生活在广西的这种山弄里啊，真的是不容易。每一次出山呀，都要大汗淋漓啊，特别是要背东西的时候，是吧？上一山下一山，走一弄过一弄，那家伙没有个把2个小时，你真的是走不出去，也进不来啊。这个弄呢，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啊，下期视频我们接着说另外一个弄。在广西的大山深处啊，我们发现了一个神奇的魔洞，全国各地的老人都争先恐后来到这里，有的甚至把家都搬到了洞中。听说在这个洞中长期居住可以延年益寿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大家就跟着阿泰的镜头一起进洞一探究竟。这边呢有很多人把这个垫子啊，甚至被子啊都带入山洞中，然后在这个洞里面呢，在这里睡觉乘凉。看看这个洞里面，很多人把这个铺的被子、垫子都放在这里，然后直接躺在这个山洞里边。阿爷可以采访一下你们不？你们这个是长期在这里住吗？我们不是，我们也是才来的。哦，也是才来的。嗯。来几天了？先来看看，有以后合适的话也可以再来。您是哪儿的呀？我们河南的。河南的。哦，之前在哪里呢？之前我们都退休的。我知道。漫游。就是到处游。对对。在这儿来几天的感觉怎么样？不错。不错哈。环境也好。他这里睡有什么好处啊？他不是吃疗吗？那写的。哦，吃疗。啊，有好多有些慢性病啊什么的，这是什么传说吗？也是来。就是传说，你们也是听说的。体验的。就是他一些慢性病的话，可以在这里做一些吃疗。有些是高血压呀。高血脂啊。
糖尿病这些基础病，慢慢好起来，就可以在这里静养，慢慢好起来。对。你们听着有没有好的呀？不知道。我们也是来，不过这里边挺舒服的。对，它凉快。它这个洞又是对穿的，所以它通风的。对。他们是长期睡在那里的？也都不是，也都不是。这里不是，我感觉上面的可能。我找一个长期在这里睡的。对，几个月的。对。有2-3个月的。对，问问他什么感受。你看他有的地方都是睡得好舒服啊，他都常来的。去那个昌寿村了吗？去了。那就是把了一个男的还搁那卖东西嘞。103的那个啊，看他谨慎的很。行，我去找找看。等一下看有没有人来。好，那咱慢慢玩哈。拜拜。你们来这多久了？刚来。就是刚到这里也是啊？从哪里来的？武汉，湖北啊。也在楼下。对。我录像，这不有个磁疗区吗？我也在这磁疗一下。你们湖北也很好玩，那个特别是恩施那一边。哇，那很好漂亮。姐，可以问一下你在这多久了？2个月了。你是哪里的呀？郑州的。2个月了，什么感觉呀？你也是听别人说的到这里来的？因为我们前年来过。前年就来过。哦。刚才你们看到了啊，里面有很大片的这个食疗区，有好多人呢已经在这儿待了1-2个月了，待的最长的人在这里待了好几年了。但是长时间在这里待的人呢，大多数都在这个百魔洞的洞门口，因为在这里面长期待也是挺费钱的，因为每个月要花1000块钱的这个月票，像我们买票的话就是85一个人。朋友们，现在我已经从百魔洞出来了。那么为什么全国各地的一些老人呢，都争先恐后来到这里？有的在洞中居住了几个月，有的甚至居住几年的时间都有。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，是这个地方高地池。地池对应的是五行的金，金是五行之首，万物之源。为什么这个地方的地池比其他地方高呢？这是因为这个地方下面有一条断裂带。这条断裂带呢，就在这个百魔洞的下方。地球一般地区地池呢是0.25高斯，而这个地方的地池高达0.6高斯，是一般地区的1倍之多。科学考证啊，人们生活在恰当的地池环境中，身体发育好，血清呢清洁循环好。这也就是很多的这个外地老人呢，都选择来到这里做疗养，特别是有一些这个血液方面的病症啊、慢性病啊等等，通过在这个地方长期居住呢，会使自己的身体呢越来越好。这大概就是高地池作用下的一个原因。当然，在巴马呢，除了高地池之外，这里的水、空气、阳光、食物等等呢，也是促成这个地方的人长寿的原因了。这里是广西的10万大山。还真的是千山万弄啊，要想走出去好难。在这个山的后面还住着一个村庄，有很多的房子，但是是不通公路的，我也没有看到有通往这个村子的路。那么看到这边有电线呢拉过去，而且在这边呢一个一个的很深的那种弄，我们要越过去都非常的艰难。可想而知，生活在这些深山弄里面的人啊，他们的出行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。
现在这些弄里面不通路的地方呢，大多数都是往外搬迁了。为什么有些地方通路，有些地方不通路呢？因为在这些千山万弄里面呀，每一个弄边上都是一些悬崖峭壁的高山阻隔，所以要想修通路是非常的艰难，而且耗资巨大。所以呢，我们会发现很多不通路的这些弄里面的村民呢，都已经往外搬迁了。里面的房子呢，也大多数都是空置，没有人居住。或许再过个30年、50年，这些村里面的房子将不复存在。我们将用航拍视频记录下这些珍贵的瞬间。或许住在他们这个弄里面的人呢，有机会能看到，做一个留念吧。寒沙茫茫风大遍，今朝低头秋连绵。月儿空照千里秋，抬头望望北飞雁。黄河远上白云间，一片孤城万仞山。江堤何须远洋流，春风不度玉半关。哎呦！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我在广西的深山里哈，看看我身后这个山是不是非常好看？在侧面的这个巨大的山梁的后方，我们通过卫星地图查看到，有一户人家居住的位置真的是绝了，住在山顶，然后一圈山围住，一条路通向他家，非常的震撼。今天这个山有点太高了，我就不想爬上去了。然后我通过无人机的镜头跟大家展示一下啊，就在这一个白白的悬崖峭壁山梁后面，它有一个凹槽，那么那户人家居住的位置就在那个凹槽里面。
朋友们，我们接着上一期视频走啊。我们从这里翻过这个垭口呢，就到另外一个弄。不得不佩服咱们中国的电网哈，不管你7弄8弄、1000弄万弄，这个电肯定是可以通到家门口的。翻山越岭，不遗余力，都会把电送到你的面前啊！哇，到这个垭口了，这边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这个弄。你们看看这个路，真的是垂直着下坡，确实特别佩服生活在这里的人。这个下来的路啊，虽然是比较艰难、比较辛苦，但是你看走到这个弄里面，非常大的一片平地啊！哇，这个下边好平坦，这里种了好多这个玉米。然后中间这一整个大坪吧都没有种粮食啊，还有那边种有一片玉米，所以说也就加把人在这里吧，可能留在这里养殖还是干嘛的，要不然不可能这个洼地里面这么大片的土地都不种。这地方朋友们看看像不像一个世外桃源呀？山顶上的一个天坑啊。他们这个地方呢叫做弄啊，这种地方呢就叫做一个弄。广西呢有700个弄，就跟这个形态差不多，有条形的，有圆形的，有扁形的，对吧？有那种三角形的，反正就是各种形态的这种弄呢，非常非常的多。本着负责任的态度啊，那边那个弄我就没下去。所以说这个弄一定要下来详细了解一下。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弄底，来到这个下面啊，真的是一马平川啊。我们这边已经看到第一个房子了。这个房子呢，目前肯定是空的。你看这个墙都是垒了一半，而且它这个房屋应该是垒的没垒好吧，就已经停掉了。这个现在看去也是一片荒凉。这个坪坝大家看看啊，非常非常的大。我们在上面说有个几十亩地，但是你到这个下方呢，你就感觉不一样了哈。这个地方应该有100-200亩地，就是这个坪坝可能有100-200亩地啊，不开玩笑。我就怕狗啊，现在在这个农村。真的是走来走去就怕有狗。哎，这边有几头牛，应该有人在家的。有人在家吗？哎，你好。有人在家吗？是电视。哦，吃饭了没有，叔？吃了，吃了。吃了。我是来玩的。你哪里的？我哪里的？远哦，贵州的。你来什么？你知道贵州啊？我没到过。没到过。我到这里来玩的。不是吧？真的玩的，就是旅游的。旅游。我真是听不懂你们说话。那不懂啊，我讲不懂啊，我也懂了，你讲我懂。读话就不懂了，读话你不懂了。你们讲的话都我懂完，好像我贵州讲包国的一米的，我懂。你们是什么民族？是壮族？瑶族。哦，瑶族。瑶族。你们这里原来有好多家人？有几家不？有没有？原来有没有10家？不敢10家，不止10家。哦，都搬迁了。搬迁了。你们没有搬迁？搬得了，一个人什么70万？都搬了还是没搬？没有钱，给形式赛的，你要什么买？就是搬出去。不敢记的。就是搬出去要钱买。你不要钱买东西去啊？
哦哦哦，意思是搬出去要钱买东西吃。哦，你说什么呢？土地的不是没有土地的是吧？这里有24户，23户，23户。搬迁出去了多少？4户，才4户吗？刚4户，其他的人都没搬。都没有搬的。叔叔，你是65，他是78。啊，你们俩是一辈儿的吗？讲同辈，不讲同辈我都哥的，喊哥的。就同辈嘛。也算是同辈的。算同辈的。你们这贵姓啊？这里？我姓韦，在湖，口天湖。口天吴。这个啊，我知道口天吴。我就韦这个。韦小宝的韦。啊，韦。哦。总的可能也有。这还人口，我们搬迁出去现在来说还有120人口吧。就这个弄里面都有120个人。120也是我们144个啊，搬迁出去20多个人。哦，搬迁出去20多个。20多个还有120个。其他的人就是在外面打工。在外面打工，是在外面租房子住。租房子住给小孩在外面的读书。我也没有办法，你在这里又是人多，路又不通，又没有学校，怎么样做？那现在在这里做什么呀？你们就2家人在这里是吧？做什么？我这里养点羊呗，养点牛呗。你养牛养了不少我看。养点牛送一点玉米呗，这没有办法啦。养了多少？我养牛有4、5头啊。4、5头。这里有水源吗？有啊，水就是毛洞的。水有水源。那水管的。有长流水是吧？长流水的。3钱哦。水边的送粮，上面的收上去的送粮得了。那你们这还可以，有的弄里面都没有长流水。没有水啊。好多弄里面没有水的。没有水的。今年都没，大部分都没有你看他们的有些弄里面就建了很多的那个水池，就存水嘛。我看你们这里好像没怎么存。我们的水都是毛洞的，大水池那里。就是夏天都有哈。有，冷天有。那可以。那可以，这里以前种过水稻吗？种田的，你看那个有收水泵，收那个也种水稻得了。就种大米有种过吗？得，种起来种大米不好赚呐，种不出来。不好种。你用电收水的。不好赚。这里有个洞啊，有里面的星星的，水星冷的，灌成水哦。地下河啊。有一个洞下面有地下河。现在洞大的。现在也常流的哦，现在一样流，水一样流哦。大吗？大了，水坝那么大，像防水那么大。像关吗？有黄桶那么大。洗线下去吧。人爬不得。你这里下去要多少米才看到那个水？36米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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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你们这里应该想办法把这个路搞通啊！我觉得。我没有钱，我没钱，我有钱我搞得。你看，还有个地下暗河，30几米的话，这水分凉的灌成水了。而且还可以到里面去玩。里面有鱼呢，下面有鱼啊。有鱼吗？有鱼那个有鱼。大吗？2兆是。那你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嘞，有水就是个好地方。有水啊，这想流水啊，现在都是流。以前这里面上学到哪儿去上？以前我学校这里有啊，这里我们有一个那个公办啊，公办的有一个学校，有个学校。这现在学校没了，没有人了，水鬼没有了。你跳了，老师跳，老师老就死了。以前这个外面都没有通公路的时候，你们没有学校到巴西读书，要走多远？走路也没有像街路一样路。这里小房区3个钟头。3个钟头。住在山里面不容易啊。没有办法，一样的，我们也是住在山里的。走路很厉害。对，所以走路很厉害嘛。你要住城市里呢，你让他走这个路，他来吗？脚顶不得了。对。那肥的。我们上中学的时候走路也要走几个小时。真的要在你们家吃饭吗？来，吃饭。哎呦。
我这个人说外，我讲句话，你听懂的？那你坐那边，我坐这里吧。哇，这么多肉！啊，不买肉的是吗？人家是肉。我让他养好。现在在苏家这吃的都是好肉啊，胸肉，马鱼肉。喝你酒啊？我不喝，我要开车。我不喝，你们喝。对，我吃点饭可以。你搞得像我尿完了。哎呦，我等下要开车，喝了酒不行。喝了酒不行。哎，你们家两个小妹妹不吃饭啊？刚买粉的，买粉，上街买粉的，拿来。上街买粉了。买粉的那个。哦。的那个就是了。哦。女人是少，男人是多。吃饭。好吧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我们俩相近的。我们都是不够近。能够广西收肉。尝一下你们这个肉，你们吃的清淡一点，我们那边吃辣椒都。那没。我们有辣椒，些我们去少。就这样好吃，就这样好吃。我现在很少吃辣椒。你们也弄腊肉的是吧？腊肉我们那里来。很少做。也很少做哈。很少做。你做不过关不好吃的。这不香。不是，主要是你们这边天气热了。年八够不？年八得了。啊，也够了。但是你搞个那个腊肉不得了，烧完了。对。你们是不是喝点酒就可以了？我们习惯了。有肉有酒，吃菜的吃饭。像我的每天我都1公斤的。原先没收。晚上我2、3碗这样的，才睡觉。晚上有吃2餐。汉族人们讲包谷烧，对，包谷烧。包谷烧。但你这个是度数低，我们那边酿的包谷酒的话，它那个度数都是50多度的。哇，高度酒。 50度都高粱你们不了啊，都是高，对，高粱也是50多度，辣的。我就说你能不能喝嘛？你能喝，你等会儿跟我一块儿去搞点给你拿过来。我搞点真好，烧到哪里？我那个好喝，我那个是酱香酒，是存放过的，存放了5、6年以上的酒，放底下的。对，然后你去我家给你几瓶。哇，就是那个网吧喽。那个讲这个会说茅台嘛，是吧？啊，哎，对，茅台镇的酒。茅台镇吗？茅台是53度啊。对，53度。53度，我喝不了。可以喝。我喝不了，带辣，放不出了。 你大口不得不，大口是蛮大的。慢慢喝，对的，小口的，就这样。你们这边这个肉多少钱一斤？14块。14块啊。浪费的要翻等的。翻等肉啊，再贵一点嘛。5万多嘛，5万多。我看他们俩好像也不大呀，怎么没有上学？不上学不读了，高中不毕业，再讲不读了。双胞胎吗？ 不是嘞，是带一个的，没有双胞胎那么多的。2个啊，一大一小的。高香港女人呢，男人不懂，男人女人小在上班吃饭多就成了啊。多大了？2个女儿。17、18吧。17、18。差不多20了。差不多20了，可以出去打工了呀。打工没得钱没来了。不是他没找到好活嘛。我看到我你属于打工啊。打工没有那个钱少啊。 很少得，就是要个送头，加班那也不得钱多，在哪里去打工啊？文化不高，去东莞过。去不得，文化高。先天刚过来。米，我这够了。你们那个米也很好吃，在哪里买的？广西啊。广西啊。不好不买。你这米真的好吃啊。 你买个那不好吃也有啊。现在广西他们自己种的那个。
我们那儿地上长的东西比你们这多，真的，就是各种菜都有，山上的野菜都很多。野菜也有多。对，你像这2天山上的野菜到处都是，到处都是。就不用种菜，山上都有野菜。野菜那个矮菜你们行吗？但我们是吃辣椒，你们又不习惯。我们是少。我们是，你看山上有野菜，给它打回来是吧？然后煮一下，就像这样煮一下，然后那个辣椒一蘸，那样吃的。那你们不吃辣椒，那也没法吃，是吧？没吃辣椒做菜，对。但是你们这个，我在广西来已经有1个星期了。这样吗？我在广西已经1个星期了，但是你们这边吃的菜啊，我还吃得惯的。我不吃辣椒。你不吃辣椒？我可以不吃辣椒。我们就是放点盐巴。有这个简单的来讲呢，味精或者豉油都不放的。他妈也，然后煮得了，他妈然后放点盐就得了。对，很好吃。放油多有太腻了也不好吃。所以你们这边的人身体好嘛，长寿嘛，就是因为吃东西吃的清淡嘛。你看我们像北方啊，像我们那地方就是辣椒啊，各种调料啊吃的多嘛，所以他身体没有那么好嘛。那身体那么热，吃辣椒多身体热的。对。所以说他就整个，你看为什么说胖子比较多？很重的吃辣椒多了。对，吃辣椒吃各种多。哎呦，好啊！吃饭这个样啊？我吃饱了，我吃饱了。吃饱饱的。吃点像这一碗呢。我要减肥。3碗能够饭。那减肥不得减饭吗？减饭不得。走路要减肥了，不吃饭多一点。我就走路都减不了，我都好奇怪。想减还减不了，但是想胖了也胖不上去，就这样。就是了。你想胖的，你给我吃龙肉啊，这也不肥嘛。龙肉也是也不肥，瘦一瘦的。其实人还是瘦一点好，瘦一点健康，真的。瘦一点，身体乖过得比较方便了。走路走得快，跑得快。我吃饱了，你们慢慢吃。你看这样吃一点点。吃饱了，吃饱了，放这里了，放这里得了，放这里吧，放这里得了，放那里得了。没有，我就到都安，我都安的酒店都订好了。这样订好了。酒店都订好了，我直接从这里开车到都安。那我走了，说阿姨吃了饭走了哟，就白吃了哟。我们是中国人。我下次有机会再来你这里玩哦。谢谢。你那个我在家里。你要喝酒吗？上去拿一下我。不要。那我有机会下出来。对。有机会来再到你们这来玩，拜拜哦。感谢招待哦。好。在这个叔叔家吃了饭呀，我们就爬山了。这个地方的详细地址是苹果县凤舞镇的佛龙屯，一个很好听的名字。我未曾想到的是，这个地方住有20几户人家，120多口人。那么现在呢，是有4家人搬迁出去了，其他人都没有搬迁，只是外出务工，或者说在外面照顾小孩上学啊。这儿留守呢，现在就2家人。哎，兄弟，你认识那边那家人不？就是那个佛龙屯那个78岁的那个大爷，他老两口在家，有2个女儿，现在也回来了。他姓韦的不？姓韦，韦小宝的韦，对。韦啥姓？对，姓韦。我在他们家吃了饭。然后刚才你问题没有，我在他们家吃了饭，我也没给他什么东西。我的意思，我车上有酒，我跟他放一箱在你这里，然后你帮我叫他来拿一下，可以吧？那麻烦你了，你有他电话吧？有的，那旁边的那个而已。哦，那个养牛的老吴，他也一起吃饭了。因为我是贵州的嘛，
我来一次很难来一次，我在他家吃了饭，我也没给他任何东西，我正好车上有酒，我说把这一间酒留下来给他。对你到时候跟他说一下，让他过来拿一下，正好你也认识老吴。这个我们贵州的酒，谢谢啊，兄弟。实在不好意思在他们家吃了饭，然后去他们家煮饭吃，我也没有带任何的东西，所以呢只能这样了。谢谢啊。今天我们自驾来到了贵州的大山里，在这群山之间呀，我们发现了一个漂亮的村庄，在村庄的尽头有一个山洞，无人机飞过山洞，竟然又发现了一片绝美的大峡谷啊，非常之漂亮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村庄这里啊，看到没有？前面就是非常漂亮的村庄，然后山洞呢就在这个尽头。我现在呢要通过这条小道过去，穿过山洞呢，就能够到达那边的大峡谷。走，带你们去看一下。今天呢，我是和到远方旅行的宁哥一块儿到这个地方来的啊，走啊！我们贵州啊，大家都知道都是高山峡谷、山川河流啊。这种喀斯特地貌呢，也是造就了非常多的地质奇观啊。今天我们要来的这里呢，也是一处非常难得一见的地质奇观呢。宁哥在前面呢，我们叫他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宁哥。好，阿泰赶紧下来啊！看到没有？这里呢有一个好大的山洞口啊，以我非常不专业的眼光来看，它应该有50.5米，太大了！赶紧下来，里面说不定有宝藏。哇，这个山洞真的漂亮啊！对啊，你看，好高啊！而且底下那个山洞的洞口啊，底下呢还有一堵石墙。哦，对，那边是不是以前有人在那边住过啊？你看到没有？感觉是有人生活过的痕迹。你是来过的是吧？以前我来过一次，但是都没有遇到人。哦，我第一次来嘞。是不是啊？这个地方非常不错的，比较适合隐居。对。穿过这个洞就到那边峡谷了是吧？对，那边峡谷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峡谷之中还有好几个山洞。我感觉是洞穿洞，就是走不通的，或者不是说走不通，而是洞洞相通，洞洞相连。你走进去可能就像走迷宫一样，都找不到北了。走吧，走，抓紧时间啊！咱们现在从这个洞口走进来之后呢，在这个正洞口的下沿这里发现了一面墙，挡住了去路。这边还有一道门。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筑这么一道墙呢？这个洞口也是非常高啊，大概有80米左右。那它筑的墙呢，大概就是3、4米吧，4米多一点。看着这个墙筑的还挺厚实的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边上，这里有预留一个射击孔，那边也有一个，这边也有一个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判断这个墙呢，它是筑的那种防御墙，也就是在若干年前，这个洞里面应该是有住人的。那么有的朋友会有疑问啊，筑这个墙是为了防御这个外面呢，还是防御里面？那我们看这个射击孔来看呢，就是人那个年代肯定是居住在这个山洞里面，它主要呢是防御这个外边的敌人。那有人又会问，你这个墙只有30米高，你能防得住吗？因为在古代它就是冷兵器时代嘛，所以你也没有什么办法说能够跨越这个墙。当你走到墙上的时候，可能就被里面的人进行攻击了，你是过不去的。这个墙的墙体非常的厚，大概是有个3米甚至更多的一个厚度，所以说筑得非常的结实。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墙主要是防御外面的敌人呢，这个地方也能得到一个见证。它外面的1.5米呢是筑得更高一点，那么里面的呢就要矮一点。人呢其实就是站在这个墙上来对外面呢进行防御啊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。这边这一个缺口呢现在已经全部坍塌下来，这里面这些石头呢可能就是上面坍塌下来了。我们来到这个洞中呢，大概就能够感受得到这里的这个震撼场面。然后我们现在是继续要穿过这个山洞，然后再到对面那个峡谷去呢，还能看到比这里更加漂亮的那种风景啊。这里啊
我们有看到人工铺设的这种石头台阶儿，那么也验证了这个山洞里面以前是住人的这种设想，因为不然它不会在这边铺台阶儿，这边呢就是台阶上去就到达这边小一点的洞口，所以说这个整个地方它其实是一个穿洞啊，是一个对穿的一个洞，通风的，所以它也是非常适合人居住的。我们从这个小道走过来，然后从我这边再翻过来呢，这边又到了一个洞口，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穿洞口的一个洞形。走到这个洞口啊，果然验证了我刚才的说法，在这个洞口呢，它依然有一面这个石墙，这个石墙呢又是跟那边是相反的，外面的高一点，里面呢这个稍微低矮一点，它主要呢就是做防御的一个用途。现在我们只能看到这个遗留下来的这个痕迹，这些地方呢也进行了一些垮塌。那么这一面还可以看到非常之宽大，所以里面在若干年前它是肯定是住有人的，对吧？两面都有这个石墙来进行防御，它有可能是防御野兽，也有可能是防御外敌。哇，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妙了，一条清澈的河流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吊桥，咱们走过去，看能不能走到那边去给大家看看啊。这地方太美了，真的太美了。哎呦哎呦呦，我天，很晃啊！在这个上边走，真是挺晃的。看到没有？这条河流就是从这个山洞里面流出来的，然后经过这个幽深的峡谷，对吧？再从前面这个穿洞呢，水流流出去。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震撼的这种地质奇观，犹如一个小型的这个天坑，河流穿坑而过。我们呢，刚才就是从上边中间那个悬崖的洞中穿出来的，所以你们看看这个地形，真的是太震撼了，犹如世外桃源一般的存在啊！这个洞穴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眼前这条河流就是从那个洞中流出来的，哇，这儿真的太美了。这个洞穴呢也是非常有名的，好像被称为第一高大洞还是什么，它的具体数据呢我忘了。而这个地方呢又没有任何的信号，我也查看不了任何的数据啊。这个洞呢是在我们贵州惠水的县塘镇，它的名字叫做燕子洞。为什么叫做燕子洞呢？因为每年到这个季节呀，就有成千上万的燕子来到这个洞中筑巢，包括现在正好是燕子在这里飞来飞去的季节，我们可以看到天空中啊密密麻麻的这些燕子飞来飞去的。但是这些燕子的巢穴呢，全部都是住在这个山洞中的，所以它也得名为燕子洞。哇，我现在真的是特别羡慕我们从山洞里过来的那个村庄，他们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穿过山洞就来到这个幽静的地方，真的是太喜欢这个地方了。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啊，我们可以三五成群的到这儿来看看美丽的风景，也可以到洞里面去探探秘，然后在这个河边搞点吃的，是吧？简直太美妙了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阿泰是来到了广西的巴马瑶族自治县。我身后这个村庄就厉害了，看到没有？山上一个偌大的寿字，这里被称为世界长寿之乡八盘屯。这个屯里啊，一共生活着500多口人，其中100岁以上的老人就有9个，非常的神秘。更让人惊奇的是，这里的100岁老人啊，无病无灾，身体矫健，耳聪目明。他们长寿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？今天阿泰就带大家进村一探究竟。过了这个水上吊桥啊，我们就可以进入长寿村了。来看一下长寿村的母亲河盘阳河，犹如一颗绿宝石一般镶嵌在这大山之间，非常之漂亮。
奶奶，你这个鸡蛋多少钱一个？多少钱一个这个鸭蛋2块。2块钱一个还是1块？这个1块1块。这个一个1块。这个呢？这个2块。2块啊。好，那我买这个买2个吧。你多大年龄了呀？98了。你98还在这里卖鸡蛋？出来看人了。你还会说普通话，好厉害啊！没有人了，老人也没有了，出来看人了，开心一点。哦，出来看一看啊。买一点，要几个？要2个，这个2块一个的。好，2个。我们因为刚吃饭嘛。那我怎么给你钱呀？可以扫这个吗？有啊。可以扫是吧？扫了你收得到吗？听我的。听得到啊？我试一下，你听不听得到啊？哦。给钱了。哦。你看得到吗？我钱付过来了。对了。啊。好，谢谢啊。这个村委呢，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村牌啊，这里呢有9位老人的这个照片是贴在这个上面的，他们都是超过了100岁的。但是我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，他们的名字呢中间都带有一个妈字。在1个世纪之前呀，这些100岁老人都没有正式的名字，后来呀开始登记身份时，他们就以长子的名字加上一个妈字呢，就得到了自己的名字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年轻妈妈的网名就叫某某妈、某某妈，其实就是那个意思啊。来感受一下泡瑶芋啊。可以，这个中药的啊。哇，这个泡着很舒服啊。看看我这2条大粗腿啊。这个是中药的药包啊，泡着真的非常舒服。听说用这个经常泡脚呢，也是长寿的秘诀之一啊。刚刚泡了瑶芋过来，我们这呢接着在这边再吃点烤香猪啊。听说他们这边的长寿的秘诀啊，跟饮食也有关系，多吃一点啊。对，来，是啊。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啊，见到老人都喜欢说祝您老人家长命百岁。但是如果你来到这个地方，千万不要这样说，老人们听了可是不高兴的哟。说到这里啊，村里的老人为什么会长寿呢？据多年的研究和考证，这个地方啊有5大长寿密码。第一就是巴马的空气，在巴马呀，空气的负氧离子含量很高，每立方厘米的负氧离子含量高达3万个。什么概念呢？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标准是每立方厘米1000到1500个，这里足足高出标准20倍之多。第二就是这里的水，巴马的水多是地下水和富含矿物质的山泉水，又称小分子水。巴马的水有4个显著特点：一是天然弱碱，2是富含矿物质与微量元素，3是很细，极易进入人体细胞膜被人体吸收，第4是空腹饮用，极易吸收，能很快将凝聚成团的红细胞分散开，降低血粘度，促进微循环，减轻或消除各种不适，这就是小分子水的作用。第3一点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地磁。地磁对应金，是5行之首，万物之源。为什么巴马地磁比其他地方高呢？这是因为巴马有一条断裂带，
直接切过地球地幔层。这条断裂带就在盘阳河地下。断裂带把巴马一分为二，地球的一般地区地磁约在 0.25 高斯，而巴马的地磁高达 0.58 高斯，是一般地区的1倍之多。有科学考证，人们生活在恰当的地磁环境中，身体发育好，血清清洁且循环好。很多外地来巴马旅居的朋友啊，会感觉到在巴马睡眠很好，这就是高地磁作用的原因。第4就是阳光。巴马的高磁场作用下，不仅日照时间平均5小时，而且80%以上是被誉为生命之光的4至14微米波长的远红外线照耀，在烈日下也不会感觉到毒辣。远红外线不仅能激活水，更能不断地激活人体组织细胞，增强人体新陈代谢，改善微循环，提高人体免疫力。第5就是食物。巴马的土壤中富含锰和锌，是其他地区的几十倍。在巴马100岁老人头发中，发现锰的含量是其他地区老人的10倍。锌被誉为生命之花，它与人体80多种酶的活性有关，是维持机体正常代谢所必需的元素。巴马土壤中含锰和锌都很高，农作物通过吸收土壤里的锰和锌，储藏在茎叶或果实里，人又通过食物吸收而进入人体。因此，巴马的100岁老人啊，无心脏病和脑血栓，绝大多数老人过世之时都是无疾而终。综上所述啊，巴马可以说是占尽了人类长寿的天时、地利和人和，这应该就是这里的老人长寿的关键因素了。那么目前我们到这个迎客松的位置还有2公里左右。那么很多人呢就只知道导航到这个云顶村，却找不到去看迎客松的路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全程录下啊，给大家来看一看。这里就是云顶村的牌子，看一下。那么到了这里之后呢，我们继续穿过云顶村庄。这个村庄还不小啊，在这个山顶上。这里呢就是云顶苗寨，少数民族啊，然后他们的那个，今天这里干嘛这么多人？他们应该经常会举行那种斗牛比赛啊，就是在刚才我们过来的那片空旷的地上。导航云顶村呢，到这里就到达了。那么咱们得过了之后得继续往前开啊。这边好像是在搞开发啊，开到这里，到这个前面来之后呢，继续从这里过去。今天这里在干嘛呀？这么多人在这里。怎么这么多人在这里啊？这是有什么事情吗？然后从这里就走左侧的这个毛公路了，这个地方就走左侧的毛公路，知道吧？但是这个路特别的难走。这边应该是一个大厂房，还是说大厂矿？那么走这个，因为这个烂路是导航不了的咯，所以你们就看我视频里边的那个线路就对了。
你看走到这里之后，这个边上左边它是有一个围墙的。那今天这个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过得去啊，有可能要走一段路，因为前面那个地方就非常的难，下去之后好多的那个炮弹坑，我有可能就把车停在前面这里了，然后步行过去，因为也走不了多远。就是这个下方这里有好多的炮弹坑，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搞一下。就是这个地方，我不知道待会儿能不能上得来，应该问题不大吧？走吧，看着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烂。不过也没多大关系，因为我是带着也就是这个地方，恐怕等一下上来的时候真的挺困难的呀。马上就到了啊，马上就到了。嗡嗡嗡的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到了这个平台，基本上就到了迎客松的位置。我可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我的车子是停在这个拐角的地方，有没有感觉我在云端？来，给你们看一下哈，这个迎客松的位置就在对面身上，从我这里直线过去的距离大概是1.5公里啊，1.5公里。那么我们眼睛的话是看不到那个迎客松的，如果你有望远镜，又或者说你用无人机飞过去呢，是可以拍到的。但是大家只是想到这里来参观一下那棵树呢，恐怕就要让大家失望了。这就是我们贵州版的绝壁迎客松啊，屹立在这悬崖峭壁之上，它的树干啊非常的粗壮。我们目测看去啊，这棵树最少有几百年的这个树龄，看它的枝繁叶茂啊，树冠气势磅礴，矗立在这悬崖之巅，非常的震撼。在这一片山野之间啊，这棵大树唯我独尊，散发出它独有的光芒。当我们看到它光鲜亮丽的外表啊，殊不知这棵大树曾经经历若干年的风雨，狂风巨浪的摧残。看到树干上这些干裂的枝桠呀，却像是一道道的徽章，彰显出这棵巨树的不朽与坚强。来到它的面前，俯瞰着这棵巨大的树木，感受大自然的力量和恩赐，让人顿时沉浸在大自然的美妙中，令人无法忘怀。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，在这样的悬崖峭壁之上，竟然绝世屹立着这么一棵松树，太震撼。有朋友开玩笑说，这棵迎客松啊是生错了地方。如果说它能够生长在我们容易看到它的地方，或许它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买这辆长安 CS75 Plus 呢，已经2年0.8个月了，到现在为止行驶82000多公里啊。
我在买车的时候呢发过视频，所以很多朋友就跟我说啊，你长测个2、3年几万公里的时候呢，再给我们发一个视频。我觉得现在时机到了，是吧？很多朋友买新车买了之后呢，可能都开不到8万公里就卖掉了。所以说呀，8万多公里应该是可以检测得出来一辆车的性能，还有它的质量。那么今天呢，就跟大家聊一聊我对这辆车的一个感受，好吧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辆车的外观，我觉得外观的话见仁见智吧。这个外观到现在的话看着也还行，大家说是吧？大家知道我们搞拍摄的嘛，这个上面都搞得比较乱啊，包啊什么的，充电瓶啊都是放在这里面的。那么现在跟大家启动一下，大家看看我现在开的公里数啊，要不然有的朋友可能说我作假是吧？那么来看一看哈，现在是开了82498公里。那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油耗，我给大家看一看油耗。这里呢可以看得到信息，这个上面可以看到胎压，看到油耗。那么可以看这个就比较有参考的了，平均油耗是11升9688公里，是249小时开出来的，也就是相当于时速是38公里左右。而且我开的是3路，所以说我这个油耗应该是不太可能给大家参考啊，因为3路比较多的话，相对来说也比较耗油。像夏天的话，基本上都是开着空调的。如果你们自己开车省油一点的人呢，应该是要稍微少一点的啊。这个车呢，它有一个 APP 啊，叫做智慧云控。在这个手机 APP 上呢，我们可以查看到车辆的很多的一些信息。包括它的胎压呀，包括它的车辆保修情况啊，还有进行一些远程的操控，比如说降窗解锁，等等等等，还可以把这个蓝牙钥匙呢分享给我们朋友，让他来开车，就不用钥匙直接可以开走啊，所以还是很方便的。这里有个车辆诊断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可以时刻的看到车子的一个胎压。包括它整个的电气运转情况、动力系统啊等等啊，这些都是可以去查看得到你的健康状况的。还有这个智能维修保养这个都可以看得到的啊。所以说呢，还是非常的方便的。大家买车呢，可能也关心这个养车的成本。那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这辆车它是7500公里保养一次，那么在App 上可以用套餐，套餐的话3次的保养费用是1200多块钱，相当于一次400多。那你3次保养的话就是2万多公里了。如果说你是新买的车，那么在2万多公里以内，它的保养费用就是1000多块钱。我觉得相对于 2.0T 的车型来说，这个保养费应该已经算便宜了，对吧？有一些车呀，可能开了几万公里，开了几年之后呢，整个车会给人一种松散的感觉。但是我这辆车上，我确实没有感觉到啊。现在开起来也是跟我买新的时候那个感觉是差不多的，整个车的整体性还是比较好。我经常要在山路上跑，所以对于这个稳定性，包括它的动力呢，都有一定的要求。所以我当时买的时候呢，就买的是 2.0T 的顶配，它是爱信的8AT 变速箱，加上长安自己的南京 2.0T 的发动机。我觉得这一套系统的架构呢，它就主打一个稳定性嘛。第二一个呢，就是它的智能化的东西啊。这个车呢，它是 L2.5 的这个自动驾驶辅助，对于我们长期开车的来说啊，这个还挺有帮助的。这个自动驾驶辅助的好处呢，就是开高速的时候非常的省心啊。我们基本上不怎么管它，一只手稳着方向盘就可以了。它可以达到自动刹车、自动跟车、自动加速等等，除了不会自动变道啊，变道的时候呢需要手动一下。尤其是对于我们长期开车的人，这个功能非常的好用啊。
在高速上开车非常的省心，即使是在这个省道上啊，特别是在一些路况非常复杂的这种路段呢，也能够给你紧急的做一些避险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功能多呢，它还是有功能多的好处的。在这个大道上行驶呢，我们的前方有几辆车，后方有几辆车，侧面有没有车，这个上面都显示的非常的清楚。所以说呢，它也能够让你更好的去把握一个车距啊，增加行车的安全性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个车机功能多啊，它对于一个人长期开车在外面呢，也有一定的好处。打比方说呀，你在无聊的时候，你可以和这个车机做一些有趣的互动啊，这样子呢，也避免你长途驾驶打瞌睡啊、疲劳啊等等状况的发生。你要问我对这辆车的评价呢，我觉得我是满意的。开了2-3年的时间呢，说实话它挺争气的啊，没有把我丢在路上过，也没有出现过一些故障，所以说我还是挺满意的。陪伴了我2-3年的时间啊，它也是贡献非常之巨大呀，要不然我也去不了那么多地方，大家说是吧？最后呢，跟大家说一说关于买车的事情啊，见仁见智吧。每个人对车的需求不一样，我跟你们说的也好啊，你在网上搜的资料也好啊，都只能作为一个参考。最终呢，你先去确定同一级别中你要买哪几款车，然后一一的去试驾呢，你肯定会选到你心仪的车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辆车的长测视频呢，就跟大家说到这里。以后有关于这辆车的视频呢，就不再拍了。最后再跟大家说一句，如果你们要买车呢，自己去选定几款车，再去4S店试驾，相信你会选到自己心仪的车辆哈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静的下关风吹呀吹，吹不干千年的洱海。我遇见你的那一天，世上才有风花雪月。十里香上关花开呀开，开不完相思的缠绵。我相信最美的情缘，不在天上，在人间。南岗那一天，风停了，花谢了。那一天，雪花了，我就化作花自去之情落在你指尖。在贵州的大山深处，我们发现一位地主大哥留守深山。为什么说他是地主呢？因为他一家人的荒山土地就达1000多亩，而且在山顶有几百亩的连片燕山红，现在正是盛开的季节，太漂亮了。你在那哪带水了哇？我从外面接过来，从外面，那边天干我都从底下去抽起来。哦。那有两2边啊，进来有2斤呐，再去买半包斤啦，斤包呀，有一个大的有，那有7、8斤。你这里喂了好多鱼啊？全部也是有几百斤鱼，我为了纪念了没有鱼了呀。你全部有几百斤鱼啊？啊，我那边还有噻，那边还有个。那你不拿个卖了？那边还有个档啊。我在外头，我都在外头，我只要要他卖，他们吃的话，因为他们自己的朋友都销。自己来拿哈。啊，自己来拿。
等于现在我们走的这一个地方，一直往外面走都是你家的。是呀，都是呀，一直7万亩去。种了1000多亩。反正对我估计哈，反正得1000多亩的左右。你这个一家人就1000亩的话，哎呀，上面还那么多硬山红，一家人的地方都可以干个牛去了，真的。但也如此，都是开发不出来。你看真的，如果搞成那种小景点的牛区，我觉得都可以的。那个硬山红也好看。这个山上吧，种天麻都行了。天麻医生的有，有医生的没了？有医生的，有医生的那就可以种天麻耶。以前多得很，以前的那天麻，以前他们去出去天麻要找40斤，而且在那个杜鹃花林都种天麻也可以的，也好的嘞。可以噻，没问题的。人家这地方都行啊，人家办理杜鹃那边，他就是在杜鹃林都种天麻耶。宁夏经济版它就是那个嘛，它有它既保护了生态，它又它又增加了经济收入。你就像那种小条嘛，那种保护它没讲经济价值。那我问你哦，哥，你单身呢？你之前没找过啊？地区条件，马哥都说了，那个地区条件差点了嘛，路也弄不到，现在没得路的，是不是？之前没谈过啊？谈是谈过，反正我要谈到我也说的朋友，我往家里面打，他说算了，你晓得，有的大了是人的这地方，他说我咋不做，算了啊，还得有啊，又大一回事。你好大年纪呢？明年就50了。50了，明年就50。其实也还年轻的。老爷80岁看来都还有，都还年轻。你这个光的人看不到，要用飞机看。如果在喂，特别是养殖和种植最适应的就是，但是我看好的还是种植，因为养殖风险高哈。养殖的风险比种植。所以目前来看，这个交通好。你这儿交通，如果是从下面硬化路的地方通到这儿，大概好远了？2.5公里。2.5公里。2.5。我挖出来的现在是2.2的样子。等于说你们从江西搬过来13代都在这边住？都在这里。耶，怪不得以前来的时候这里没人的。没人的啊，以前没人的。以前那的海龙那个团坟，我们在这去团坟那人上的。团坟那天都是我们家的，后头他也老主人，晓得他那时候赌钱买在那个哦，后头把底下海龙抱上的全部收完的，晓得牛自个半人天晚上啷个来耍秧子。骑哪儿啊？你指我了？就骑个大弯。骑这个大弯弯，2个顶点儿是啊？不，2个顶不是的。骑这个弯弯。这弯弯这里用我下来。然后骑这个大顶顶也是哈。一个大顶是。骑到这里上去翻过去，对着我们那面，右手面那个大弯弯。你这个。山顶上还有几个哨所，还有几个小山顶。但是没路的。哇，朋友们，这位大哥真的是太牛了！他们家是从江西搬过来到这个地方已经是13代，而且是从江西搬过来之后就住在这个大山里。他们家的荒山土地何止1000亩啊，在上百年前可能几万亩。因为他们来的时候，这一整片地方是没有任何人居住的。后来陆陆续续的有人来住，那么其他的荒山才给了别人。他们家留了1000多亩，而且它这个地方啊，山里面有非常多的中药材，包括什么天麻呀、黄金啊、重楼啊、白及啊等等，很多名贵的中药材在它这个山里面都有，简直就是一个宝藏山林。而且在它的山顶上有300-400亩连片的这个映山红，你们来看看，非常之漂亮。如果说这一片映山红是长在平原地区啊，简直就是一个5A景区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家的山林，他家的山林从我现在的这个镜头中，这一片映山红，左侧整个山一直延伸到下方的峡谷底，这些山都是他家的，上千亩啊，真的上千亩，不开玩笑。这个大哥家他们现在是2父子，我一开始遇到的那个老人家呢，就是他的父亲。
这个大哥他们2父子呢，现在是留守在这个深山里面的，拥有了1000多亩的荒山土地。他家里还养殖有几百斤的鱼，还养有一些鸭子。最重要的是，现在这个土豪大哥他是单身的，目前还不到50岁啊，49岁。我问他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没有结婚啊？他说那个时代叫着过来，走这么一段山路过去，人家就不愿意来了啊，搞得就拖到现在都没有结婚。但是现在我觉得好时代来了哈，人们都愿意跑到山里面来看看山里的风景。所以啊，我觉得像他这样的土豪，现在想找个人结婚的话，是不是很容易？朋友们，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发展中药材产业。还有一种可能是把山上的这个映山红呢，作为一个小众景区来进行开发，我觉得是不错的。这个地方离我们遵义城区只有20公里啊，开车过来就是1个小时不到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开发成小众景区的话，非常非常的不错啊。开映山红的这个山上，离最近的这个硬化公路是2公里的路程，步行的话其实也就是半个多小时。我觉得为了看到山顶的这种漂亮风景，走个2公里多的路，大多数人应该都是愿意的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啊。第一个，发展中药材产业；第二个，可以搞养殖；第三一个，可以搞小众景点的开发。所以说呀，我觉得这个陈大哥他现在拥有的这1000多亩的这一片荒山土地，简直就是宝藏。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啊，而且我们在交流中啊，这个陈大哥是那种非常直率的那种性格。我知道啊，看我视频的朋友很多人都在寻找这种好的地方，这里就非常不错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到这里来看一看哈。